人体藏有3把火，这听起来像是神话传说，实则蕴含着古人智慧的结晶。其下丹田一火，心间中宫一火，泥丸上境一火，合称3把火。黄庭内景经有云：3关即名万神朝，一使6丁驱6甲，指的就是人体3处关键之处。可是为何古修行者如此重视这3把火？点燃它们又有何玄机？在云雾缭绕的天台山上，有一位100岁高龄的禅师，他的修行故事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这千年之谜。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，天台山上的明镜寺已经开始了1天的修行。寺内有一位名叫慧通的老禅师，今年已有100岁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目光如炬，不少人慕名前来，只为一睹这位修行圆满的高僧风采。这天，一位年轻的居士李明远不远千里来到明镜寺，他修行多年，却总觉得事倍功半。听闻慧通禅师的修行之法与众不同，便前来求教。李明远见到慧通禅师时，禅师正在庭院中打坐，只见他端坐在蒲团上，背脊挺直如松，双目微闭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弟子李明远拜见师父。李明远恭敬地行了一礼。慧通禅师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水，平静而深邃。居士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弟子修行多年，却总觉得进步缓慢，听闻师父精通修行之道，特来请教。李明远诚恳地说道。慧通禅师笑了笑：你可知道人体有3把火吗？李明远一愣：3把火？弟子不解。不错，其下一火，心间一火，泥丸一火，古人称之为3把火。慧通禅师缓缓说道：你修行不进，正是因为未能点燃这3把火啊。李明远越发困惑，请师父明示。慧通禅师指了指自己的丹田位置，其下3寸有一处丹田，道家称为下丹田，佛家称为气海，正是命门所在，藏精聚气之处。道德经云：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正是说的此处。李明远若有所思，那心间之火又是什么？心间中宫，乃中丹田所在，藏神聚意之处。易经有云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自强不息的力量，正来自于心间之火。慧通禅师的声音平静而有力。那泥丸之火呢？李明远继续问道。泥丸乃上丹田，在2眉之间，内连松果体，外通天门。作望论云：上丹田在泥丸宫中，在2眉间直入1寸3分是也。此处藏神明，思智慧，乃觉悟之所。慧通禅师解释道。李明远似懂非懂：师父，这3把火如何点燃呢？慧通禅师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。70年前，慧通禅师还是一个名叫王明的普通青年。那时的他身体孱弱，饱受疾病困扰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山中遇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老者见他气息微弱，面色苍白，便问：年轻人，你想长寿吗？王明苦笑：我连活着都困难，哪敢想长寿？老者说：我教你一法，可强体健身，延年益寿。王明半信半疑，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跟随老者学习。老者先教他调息之法，每日清晨面向东方，双手抱丹田，鼻息绵绵，一手丹田，想象那里有一团火苗，随着呼吸渐渐变大。王明按照老者的指导，每天坚持修习。起初没什么感觉，但1个月后，他惊喜地发现腹部常有暖意，精力也比从前充沛了。见他有所进步，老者又教他第2步，当腹部之火稳定后，引火上行至心间，想象那团火穿过任脉，抵达中丹田。心若止水，意若明镜，心火自生。这1步比第1步难多了。王明常常做着做着就心猿意马，难以集中。老者教他一个窍门：数息观心，吸气数1，呼气数2，
如此之时，再从一开始，久而久之，心自安定。王明又苦练了3个月，终于在一次打坐中，感到一股暖流从丹田上行，抵达心间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清晰而有力。心火生，智慧开。老者欣慰地说，现在你可以尝试点燃第3把火了。第3把火在泥丸宫，也就是眉心处。老者说，此处最难，须心如止水，意如明镜，方能通达。老者教他观想法门，想象自己的意识如一道光，从心间上行，经过喉间，最后抵达眉心。那里有一个明亮的空间，如同明镜一般，能照见万物本相。王明每日勤修苦练，但这第3关却难以突破。1年过去了，他仍未能点燃泥丸之火。老者并不着急，只是告诉他，欲速则不达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修行贵在持之以恒，不可急功近利。这句话如醍醐灌顶，王明决定放下急切的心态，专注于当下的修行。又过了半年，在一个月圆之夜，王明正在打坐，忽然他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上行，直达眉心。那一刻，他的脑海仿佛被打开了一扇门，无数的智慧如泉水般涌现。他看到了山河大地，看到了宇宙星辰，更看到了自己的本心。从那以后，王明的体质大为改善，气息绵长，面色红润。老者见他已入门，便留下一部《3火修炼经》，然后不知去向。王明后来出家为僧，法号慧通，专心修行，最终成为一代高僧。讲完这个故事，慧通禅师问李明远，你明白了吗？李明远若有所思，师父是说修行需要循序渐进，先固本培元，再修心养性，最后开智慧。慧通禅师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3把火不仅是修行的次第，更是生命的境界。其下之火主生命力，心间之火主情感力，泥丸之火主智慧力。3火具备，方成大器。李明远继续追问，师父，您能详细指点3火的修炼方法吗？慧通禅师微微一笑，修行之道贵在亲身体验，我可以给你一些指引，但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去实践。他拿出一本古旧的竹简，正是那部《3火修炼经》，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，现在我传给你。里面记载了3火修炼的详细方法，你先回去研读，若有不明之处，再来问我。李明远接过竹简，珍而重之地收起来。他向慧通禅师深深鞠了一躬，多谢师父指点，弟子一定勤加修习，不负师父期望。慧通禅师和蔼地笑了笑，修行之路漫长而艰辛，但只要心怀坚定的信念，终会有所成就。记住，点燃3火不是为了神通异术，而是为了活得更健康、更豁达、更智慧。李明远回到家后，迫不及待地打开《3火修炼经》，竹简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，但仍能辨认。他认真研读，发现里面记载了详细的修炼方法，包括呼吸技巧、冥想要领、体位调整等。按照竹简的指导，李明远开始了3火修炼之旅。他每天清晨起床后，面向东方，盘腿而坐，双手抱丹田，开始调息。吸气时，想象宇宙间的能量随着气息进入体内；呼气时，想象体内的浊气随之排出。呼吸绵长而均匀，意念始终守在丹田处。起初，他只能坚持10几分钟就腰酸背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能做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感受也越来越深。1个月后，李明远隐约感到丹田处有一丝暖意，这让他喜出望外，更加努力的修习。3个月后，这丝暖意变成了一团火，给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他不再容易感到疲劳，身体也比以前强健了许多。点燃了其下之火后，李明远开始尝试点燃心间之火。
这一步比第一步难多了。他常常做着做着就心猿意马，无法保持专注。他回忆起慧通禅师的教导，开始尝试数息观心，吸气数1，呼气数2，如此至时，再从1开始。渐渐的，他的心慢慢安定下来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李明远在打坐中突然感到一股暖流从丹田上行，抵达心间。那一刻，他的心仿佛被打开了，变得无比宁静和通透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和与喜悦，仿佛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湖水中，波澜不惊。李明远继续修行，努力点燃第3把火——泥丸之火。他按照竹简上的方法，想象意识如光，从心间上行，经过喉间，最后抵达眉心。这一步是最难的，需要极高的专注力和清明的心态。他修习了近1年，仍未能点燃泥丸之火。有时他会感到灰心丧气，想要放弃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想起慧通禅师的话：修行之路漫长而艰辛，但只要心怀坚定的信念，终会有所成就。这样的修习持续了整整3年。李明远不仅在3火修炼上有所进步，更在为人处事上变得更加从容和智慧。他开始明白，修行不是为了追求神通异术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清醒和豁达。3年后，李明远再次拜访慧通禅师，向他汇报修行情况。慧通禅师一见李明远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：不错，你已经点燃了脐下之火和心间之火，生命力和情感力都有所提升，但泥丸之火似乎还未完全点燃。李明远惭愧地低下头：是的，师父，我努力了很久，但总是差那么一步。慧通禅师微笑着说：点燃泥丸之火不仅需要技巧，更需要悟性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卡在这一步吗？李明远思索片刻，答道：是不是因为我太执着于结果，而忽略了过程？慧通禅师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：不错，修行之道，物比之更重要。执着于点燃3火的结果，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。真正的境界是在修行中忘记修行，在追求中忘记追求。慧通禅师看着李明远诚恳求教的眼神，缓缓起身，走到一旁的书架前，从中取出一卷泛黄的手抄经书。这是我年轻时从印度求得的大日经密本，里面记载了点燃泥丸之火的玄机，一般人难得一见，今日因缘际会，我便传授于你。他轻轻翻开经书，指着其中一页道：你看这段经文，讲的正是如何冲破最后一关，点燃泥丸之火的关键。李明远凝视着那段晦涩难懂的经文，只觉字字珠玑，却又难以参透其中奥义。慧通禅师所指的那段经文，正是点燃3火，贯通人体3大能量中心的终极秘密，也是历代修行者梦寐以求却又难以企及的修行境界。李明远盯着慧通禅师所指的经文，心中满是疑惑。那段古老的文字似乎在诉说着某种深邃的奥义，但又如雾中之花，难以捉摸。每一个字都那么沉重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，但他却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。慧通禅师见李明远陷入了沉思，轻声开口道：你看这段经文，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，更是一种心境的指引。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，需要你超越文字的表象，进入一种无我的境地，才能真正领悟。李明远低下头，心中暗自思索。是的，或许他一直以来都过于执着于技巧和结果，反而忽视了真正的修行本质。他已经在脐下之火和心间之火上取得了一些进展，但每次走到泥丸之火这一步时，总是觉得像是触手可及，却又差一点就跨不过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向慧通禅师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决心：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我曾经过于执着于外在的技巧，而忽略了内在的觉悟。只有心无杂念，方能见到。我愿意放下所有的执念，
专心修行。慧通禅师点了点头，似乎对李明远的领悟感到欣慰。放下执念，并不是让你抛弃一切，而是让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轻松自然的心态。修行的道路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，越是努力去追求，反而越是难以得到。李明远再度低头，默默思索着师父的话，心中渐渐平静下来，几乎是本能的。他闭上眼睛，开始深呼吸，调息入定。随着气息的流动，他的意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明，仿佛一切杂念都被清除，内心的那股躁动和执着开始渐渐消散。慢慢的，他的感知逐渐变得细腻起来。丹田处的暖流依旧如火一般存在，虽然温暖，却没有强烈的冲击感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心间火焰也稳定地跳动着，但这股力量并没有过于强烈的表现。李明远的感觉像是他正在与火焰进行一种微妙的对话，而这份对话并非语言，而是一种无声的交流。他沉浸在这种宁静的状态中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心间上行，直至眉心。就在那一刻，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他的心中凝聚成了一点光芒，明亮而纯粹，照亮了整个宇宙的万象。他感到自己的心灵和宇宙万物融为一体，所有的疑问和困惑在这一瞬间得到了解答。这就是泥丸之火，这股力量从未如此真实的存在过。李明远的心灵在这一刻被完全打开，仿佛从某种深沉的迷雾中觉醒，进入了更高的意识境界。他深深地感受到，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火焰，更是智慧的火焰，是对生命和宇宙真相的彻悟。他知道自己终于突破了修行中的最后一关——泥丸之火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修行境界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向慧通禅师。师父依旧平静地坐在那里，似乎早已看穿了他的一切变化。慧通禅师微微一笑，眼中闪烁着慈祥和赞许。很好，李明远，你终于突破了泥丸之火，这不仅是修行上的突破，更是你内在的一次觉醒。李明远心中一动，轻声问道：师父，我现在是否已经真正掌握了三火修炼的秘诀？慧通禅师点头，你已经点燃了3把火，但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三火修炼只是修行的起点，真正的道路才刚刚开始。你可以感受到旗下之火赋予了你生命的力量，心间之火让你充满了情感和意志，而泥丸之火则带给了你智慧和觉悟。三火相辅相成，互为依托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。李明远若有所思：师父，您说三火修炼是生命的境界，那我现在应该如何继续修行？慧通禅师微微一笑：三火的修炼不单单是为了增强身体的能量，或者提升智慧，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3把火，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，认识到身体、情感和智慧是如何相互依存，如何在这有限的生命中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。李明远若有所悟：是的，师父，我明白了。三火的修炼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某种超凡的力量，而是让我们的身心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。慧通禅师点头：没错，只有通过修行，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无我的境界，明白所有的存在不过是宇宙中的一部分，生死皆是自然的规律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突破自我，超越心中的执念，达到与宇宙合一的境地。李明远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清澈，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自己的生命和这宇宙之间的距离在这一刻变得无比亲近。他感谢师父的指点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师父，弟子感激不尽，我一定会继续修行，持之以恒。慧通禅师微笑着点头：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修行之路，记住，修行贵在坚持，贵在心无旁骛，不要急功近利，也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进步就满足于现状。真正的修行永远没有终点。李明远再次向师父行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，
也充满了期待。三火修炼的过程虽然充满挑战和艰辛，但也让他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生命的真谛。每一天的修行都是一次内在的升华，一次心灵的净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明远的修行之路愈发坚定，他不再急于追求某种外在的成就，而是专注于内在的修炼，逐渐达到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。三火之火在他体内熊熊燃烧，但他已经不再执着于这股火焰的力量，而是学会了与之共舞，让它成为自己内在的一部分。他明白了，修行并不是一条通向神通的道路，而是一条通向内心安宁和智慧的道路。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得到什么，而在于放下所有的执念，接受生命中的一切，达到内外的和谐与平衡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